今天这个是第一个维纳斯，咨询者是女生，结婚7年有小孩，近几年吵架很多，工作的烦心和家庭的琐碎把两个人感情磨没了。老公很忙，工作狂类型，不怎么管家里事儿，两人相处起来很累。女方觉得男方自私，男方觉得女方脾气差，两人无法沟通，有想离婚的想法，想看未来3个月的感情发展。然后出现这个牌，7年有小孩，男生牌面有点解不透，不知道这个解读角度对不对。不确定男生是不是真的没有第三方，还是女生没发现。好，大家来，那应该是有问过咨询者，我看一下这是谁的案例。大家觉得男生是有第三方吗？或者是这段关系最本质的问题在哪？看我们案例课看多的，应该都知道我们其实已经会去分析问题的本质。你有怀疑他在外面有人吗？没有，很确定没有，并且女生知道。诶，刚说完。你们刚说完，男生的未来有苗头。你最近身体如何？近1年经常头痛，会有干呕症状，在吃中药调理中。很确定没有。大家觉得呢？工作狂类型，女生在这段关系好累。对，好，我们就是先分析这个案例，不算特别难。首先看女生的3张牌，权杖10逆位、宝剑9和权杖皇后逆位，这3张牌女生的牌面应该会比较好懂。权杖10逆位的压力啊，以及说所谓的崩溃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女生3张牌都会比较好懂。女生比较难懂的可能是权杖皇后逆位，就是这2张牌衔接到未来的权杖皇后。大家觉得女生的心态变化是有什么？女生的心态变化，感受一下女生的心态变化是有什么？谁家工作狂理解了？对老公没无所谓了，不是，女生显然不是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可能就是摆烂了不管了，但这女生其实不是的。外号。还有其他想法吗？想开点了，想开点是怎么想开的？内耗转自我了，焦虑和累状态好一点。对，我觉得一个是女生她的情况是有所好转的，就是从权杖10到宝剑9再到权杖皇后逆位，怎么看好转呢？是看未来的结果，其实也是一张看起来相对稳定的牌，所以我觉得女生后面会没有现在这么焦虑，当下她抽牌的状态就已经是她最焦虑的时候了。然后看男生的3张牌，我估计男生的工作本身就是涉及到很多应酬的。很多应酬或者很多对接的，我不知道背景啊，但是这个牌其实能看出来。大家刚刚在纠结说男生的出轨啊等等，但是这个牌其实我觉得男生的工作本身就是跟很多应酬或者很多打交道有关。这是一个。然后呢，其实权杖7逆位大家能理解吗？权杖7逆位这个应该好懂吧？我觉得男生需要社交的工作啊，应该是厉害的销售之类的。首先男生的权杖7逆位，你们觉得他工作状态等等，其实这个背景是没有说错的。我觉得他的工作压力，他的工作负担什么确实也是大的，所以呢去对比他们俩之间的话，你就会发现谁都不好过。女生呢是很怎么样，但是其实男生也不好过，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我觉得男生其实如果只是把恋人理解为他第三方等等，我就解浅了。因为在这个背景语境里面呢，我觉得这个男生是真的在认真搞事业。大家看得出来吗？怎么看出来？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确实没有骗人。看一下哪个部分你们觉得能理解？权杖7吗？还有呢？其他人觉得呢？都是逆位。然后呢？权杖2。首先呢，你会发现男生的3张牌其实都是投入的。首先呢，投入行动，投入关系，投入表达。就是我觉得男生的3张牌，我们从背景上工作角度来说，这3张牌如果一个人的工作的话，我觉得他是有在工作的。刚刚又有求证背景，他的工作是确实有很多应酬，对吧？需要社交的工作，比如说市场啊，又或者销售啊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男生他的工作能力以及他在工作上的投入是有的。再加上3张都是逆位，有个情况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生的工作在关系中是不被女生理解的。他会觉得说我的工作、我的付出和我在环境中的成就，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没有被你看见的。这个大家能理解吗？所以他会3张都是逆位，可是你3张都是正位的时候，你去看这个男生在关系中，或者是他的这种工作的状态带到感情中，其实这3张牌都是如鱼得水的。但当3张牌在男生的位置全部都是逆位，就是会有一种其实在外面这个男生他的工作成果或者工作地位或者是工作的这种头衔应该是不差的，只是在夫妻关系中我的妻子不认可，所以会有3张逆位的那种憋屈感。好，这个能理解的扣个1。这是第一层，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有在工作，他工作应该真的挺忙的，都是风元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介乎于说他们之间有没有第三者呢？我一般会看多一副，就是看他们的阻碍核心因素是什么。阻碍呢，其实是一张，这个从牌面，我以上说的全部是从牌面上看到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案例的其他背景，以上说的全部是牌面上看到的。对，就是我觉得在男生的视角里面，我对于家庭的最大投入就是我要好好工作。
我也坦白讲，就是如果你们经历过工作很忙的时候，比如像我现在工作也很忙，我对于家庭的最大投入，我就是觉得我好好工作，我好好工作，这个家就能被我撑起来，那这就是我对于家庭最大的付出。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不代表错，只是他们之间有小孩，有不同的诉求。但是呢，站在男生的视角里面，就是我在外面我也很风光，你想恋人和魔术师，我也风光，我也有名气，或者我也有头衔等等，对吧？是的。然后回到家里，你一会儿说我不带小孩，或者一会儿觉得怎么样，两个人感情磨没了，所以男生的三张牌都是逆位，他是有憋屈的。这个男生一定是憋屈的。然后我们要去介乎看这个男生有没有出轨的话，就看阻碍这张牌和男生的牌。坦白讲，权杖二逆位确实有代表说观察和观望，但是如果是我对于这个案例，我可能会给的比较保守，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生会有对比。不排除说，可能男生在职场中有遇到其他的异性，或者是有一些桃花，因为这个男生的牌确实是异性缘应该还可以的。不排除说有遇到一点桃花，或者是这个男生可能会拿家里的人跟外面的人比对，所以权杖二逆位确实是一个看远方的感觉。但是呢，我可能不会对着这组牌说男生。也不一定，我有可能会说男生可能有其他情况，因为确实情况有点突出。只是如果这个问卜者很斩钉截铁的说我很确定他没有的话呢，我只会让他留个心眼儿，但是我的重点就不会放在这里解读，明白吗？就是我会告诉他，或者我说你要提个心眼儿，因为他的工作本来就跟很多社交有关系，我觉得不排除他有其他的异性或者怎么样的。但你既然觉得斩钉截铁说没有，那我只能给你留这个种子，要不要去发掘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但我觉得这个男生不排除有，可是本质上他们除了第三方以外，他们之间的相处确实就是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女生在关系中是没有价值感的，大家发现没有？权杖十、权杖皇后、宝剑九是没有价值感的。可是男生三张牌在这段关系中他有价值感，但他的价值感不来自于感情，他的价值感来自于他的工作。就是男生是有工作光环的，但是这个女生在关系中是没有价值感的，这就是你们说的他们的不同频。好，这个能理解的扣个一。就是女生的三张牌在感情中其实是暗淡的，对吧？但是男生他其实在关系中他的价值感不是关系给的，而是那种他会觉得社会他的工作给予的。所以两张逆位的风元素在这里，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他的很多沟通确实都是对外表达去了，所以也会有逆位的特点。好，截止到这一步理解的扣个一。然后呢，阻碍权杖二逆位，一个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其他的选择，那阻碍还有一个部分，我不知道这个男生需不需要经常出差呀？一个是不排除可能经常的出差，因为魔术师也有这个意思，比如说经常的出差或者外出也会有影响感情，或者是陪伴小孩等等。那还有一个呢，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她的沟通应该不是特别敞亮的人，这个大家能理解到吗？这个女生她在关系中，就问卜者在关系中的表达应该不是特别敞亮的，为什么呢？大家觉得感觉有点极端。极端这个词我觉得用的不是很精准，可能经常很晚回家。哦，对，那有可能是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女生默默 emo， 火元素都逆位了。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她每次说话应该都是带有火气，对，埋怨就是火元素逆位的那种压抑的怒火的感觉。她觉得她在压抑怒火可能对方已经感觉得到了，就是会有这种很多的抱怨等等。我觉得这个女生她的沟通就不是那种带着解决方法的，她是带着抱怨的沟通。当然，可能她长期以往是这样子的，所以也很难怪，就是有怨念。所以呢，权杖二逆位，我在这里会有的一个解读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到后面已经是那种等你来跟我沟通的状态了。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他是从左边往右看，就是我等你来跟我沟通，我等你来跟我说，或者我等你来跟我解决。就他们之间的阻碍已经到了，男生又很忙，我没有时间处理，但是女生可能就我等你再怎么样，因为这件事情显然是女生更沉静，火元素很重的时候更在乎自我的感受啊等等。所以第一个呢是他们之间不排除有第三方或者选择。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距离，物理上的距离，除了情感上的，就比如说男生经常出差，或者是确实说，比如说很晚回家，陪伴家庭少了，导致他们之间有物理层面上的距离。比如说男生要回家的时候，他们经常就快睡了等等。第三个呢，其实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她的不敞亮沟通，或者是她已经是到了那种我等你来跟我解决，我等等这种状态，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阻碍是越来越重的，明白了吗？不是家庭主妇啊，那就不是家庭主妇。所以呢，以上前面几张牌我都是觉得说僵持嘛，也可以理解为僵持，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结果嘞是一张皇后正位，大家觉得呢？为什么前面那么多逆位，除了宝剑九都是逆位的情况下，会突然间一张皇后经常出差加班？难怪，那就是物理上面的距离也会经常有。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一张皇后。我想问一下，这个男的有把钱给女的管吗？这个有问吗？或者是财政大权在谁手上？把女生哄好了。还有呢，魔术不是那个皇后正位，大家觉得为什么前面那么多的逆位啊等等，会到最后突然间成网友了？没有给，怀孕了还是男的没有那么忙了，归于平静依旧稳定，维持现状。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跟
我可能会跟问卜者说，一个是可以争取，因为这张牌确实是我们说的物质啊等等各方面比较稳定，我会跟问卜者说，这个情况可能你的情况会在后面，如果能掌握一部分财政大权，财务状况会有所好转。就是我觉得后面很大一部分的稳定，不是说这个男生做出了多少让步带来的稳定，是这个女生她做出的让步带来的稳定。这个大家能理解吗？毕竟女生是从这2张牌过渡到这儿的，男生其实没怎么变，所以呢，后面的关系稳定，我觉得是女生的让步带来的稳定。好，这个能理解的扣个1。对关系的稳定，其实后面女生可能会对这段关系有更松解等等，对妥协。但是我会在这个过程中建议他多拿点财务上的财政上面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实是如果他们本身有备孕或者怎么样的话呢，不排除他们俩后面确实有可能怀孕，又或者是有宝宝。上给的不错哦，就是不给现金，但是反正多拿点现金总没有错的。然后如果他们本身有打算要宝宝或者不排除，为什么呢？因为女生后面确实也是一张女性的牌，对于男生来说也是有一个新的数字1嘛，再到皇后，所以呢，对于女生来说也不排除确实后面会有宝宝，有宝宝之后对于关系的稳定会好一点点。在最后呢，我还是会提醒女生，因为这个男生又涉及到经常出差又经常社交，我还是会提醒他多盯着点男生，也不排除后面可能不完全就是，如果是问卜者这种形容的话术的话，如果他是斩钉截铁的说的话，我就只会在最后一句带一句，就是可能会很委婉说哎呀，反正就多盯着点吧，可能就这么盯一句。但是我觉得不排除这个男生后面可能会有点花边新闻。对，所以我会提醒问卜者，但是我重点不会放在这里。对，第三方能量不作为主要解读，不作为主要解读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问卜者他不会听的。就如果是你们这样的咨询的话，这个问卜者第一他不会听的，你只要你的立场是立在他们之间关系是因为第三方才这样的话，他不会听的。那你这个咨询基本上是白接，就是甚至你会觉得很郁闷，因为对方不断在反驳你。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他们的背景情况下，就算没有第三方，你就看女生这个牌也很多问题了，所以又不听，以及说也有其他问题，那为什么我不把解读重点放在别的地方呢？明白了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只会在过程中不断的软的穿插一下他们之间会有点这个情况，让他多盯点男生。我觉得不完全说话艺术，这种感觉呢，就好比说你们找我去塔罗的时候，我不断的跟你讲框架，有很多人他就是不听，很多人他就是不听，他就是想要老师这个分了没分，合了没合，老师他们会分手吗？如果我不断跟你讲框架，你就是不听，那你就是想赚9块9，那我的重点干嘛不教你怎么拿9块9赚钱呢？我为什么要教你打框架呢？你就不想听嘛？那我就教你怎么9块9赚钱就好了，对吧？就是大家还是要看你的客户需要什么。不过我已经遇到2个没有，后来跟我说确实有3，对，就是为什么一定还要说？是因为我们确实看到这个因素，会是意外2胎吗？有可能，如果他不排斥的话，或者他们平时不采取措施的话，有可能会有意外2胎啊，这个牌是有可能会有意外2胎的。好，然后以上这个案例呢，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大体上跟背景差别不大，但是你要解读出不一样的深度，其实是你要发现他们问题的根本。比如说，我们能够在这组牌里面结合背景，看到他的工作狂老公是否是工作狂。可能像刚刚有些同学就会直接排斥的，哎呀，工作怎么会是恋人逆位呢？这个其实就是经验的加持。比如很重的风元素，又是魔术师，你们可以第一，我们都在课上讲过的，很有可能他的工作就是非常风元素的性质的，对外合作、对外沟通、社交、应酬、销售，有可能是这样的工作。那如果你说这样的工作的话，这2张牌不排除，就是很明显他确实是个工作狂，对吧？没有给第三方，更多是如果问卜者直接给了，就说明已经出轨到脸上了，也不排除问卜者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说什么就好，只是根据对方的接受程度，我们去把重点做迁移。好，这个案例看一下哪个部分有问题，或者哪张牌想问的。看看你们前面说权杖7逆位是哪个部分不理解，在这组里它就是权杖7逆位啊，你还记得权杖7逆位在讲什么吗？我们刚其实也讲了，一边埋怨权杖7逆位本来就是一个辛苦和超负荷的状态，大家都超负荷，谁也没有比谁好过，为什么会开始妥协？这种感觉就像我前几天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现在最近看到好几个人抄闭门会，我说没关系，抄都没关系，至少没有落井下石，这是我对抄袭的妥协。可是你问我为什么对抄袭会妥协呢？因为经历了更惨的事情呗，突然间觉得抄袭也就还好啦，没有落井下石嘛，对吧？你问我为什么妥协，其实就是我想开了，就是对于问卜者来说，你想已经权杖10和宝剑9了，你还想他多痛苦啊？本质上他就没有想要离婚，对吧？日子还是想过，所以想开了，主要原因是我就想他不想离婚，这就是实话。好，还有什么问题吗？行，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讲啊。这我只能提醒问卜者多盯着点，因为这个女生我觉得她搞不过男生，就是我说的搞不过是很多的认知啊等等等等，有点孤军奋战。这个男生不是孤军奋战吗？你想想，
就是我前面讲了好多，他的工作是不被认可啊等等的。好，你最近身体如何？估计是权杖10和宝剑9超负荷了，数字小不完全是。这个跟完全的数字没有关系。那权杖10逆位在阻碍，也不代表他们的阻碍就大的不能跨越啊。我觉得跟完全的数字还不完全有关，就是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能作为唯一参考。关系确实到了瓶颈，7年之痒，两个人状态离吧还没想好，不离确实相处挺累。牌面阳性能量重，较劲认为自己没有问题，问题都在对方，还不至于要走到离婚的状态，这是对的。然后呢，焦虑紧绷，还有对位，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权杖10啊、宝剑9这类的问题，其实我说句实话，这个同学解这2张牌都没有错。你们去看到这个同学解问卜者的3张牌，结合背景都没有错。可是你会发现，你们在解牌，然后这个同学他的基本功很好，他会更进一步，就是在解这个案例的牌。但是你会发现，他不是在解读感情的牌。大家知道这3者的区别是什么吗？大家知道这3者的区别是什么吗？这也是我很想跟你们讲，你们解读案例的时候会有个什么情况。这2者呢，你都是在结合背景就在解，或者是就好比说你们来找我问，老师，我现在营业的瓶颈是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你，哎呀，是你这个朋友圈没有发对，哎呀，你这个朋友圈发了之后呢，客户看了不喜欢。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你这2个问题是没有错的，对吧？老师，我这朋友圈这朋友圈不对，你要这么写。问我这个问题，我答这个问题是没有错的。可是很多时候你们问我这2个问题，我答完这个问题，我会跟你说，因为我们作为咨询师，如果你想通过私域去做引流和变现的话，你需要把你的产品等等等等等。就是我在回答你们完前面2个的时候，我会把你的问题放到全局去看，除了你这条朋友圈，除了你这个文案，你作为私域运营，你需要怎么做？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大家会觉得说，我的问题不只是我眼前的这一条朋友圈的问题，原来是整盘的问题。对，你们能理解这个区别了吗？如同你看这个同学的解读，你要说他错吧，完全没有错，他就是在解这个牌，解的也很好，权杖10、小孩等等都对。但是呢，你在解的是什么？你就是在解问卜者当下的困境。可是如果你把他的问题放到他们之间的婚姻，你就会发现你除了在讲问卜者当下情绪问题以外，你在讲在婚姻中，其实他的牌是丧失自我的，能理解吗？就是现阶段他的牌是没有自我的，只有自我的情绪，没有自我的价值。你把这个点拎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只是在解读他的情绪，你会把他在这段关系中，在婚姻问题里面，他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你能给他拎出来。好，这里能理解扣个1。就好比你们每次问我每一个朋友圈，OK，这条朋友圈你是可以改，可是改完之后，你下一条朋友圈你可能还有问题。就像这个问卜者 ，OK，我今天是可以不焦虑了，但是我明天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焦虑，本质上是他在这个关系中没有自我。懂了吗？就是我们的解读其实是需要从解牌到解这个案例的牌，再到解关于感情的牌。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谓的升维，就是你要把这个放到另外一个维度。好，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错啊。然后呢，权杖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对，这些也没有错。但是你就会发现解完之后不深度，原因就在这里。男生的牌其实解读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你现在能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你的解读解不透了吗？好，前面我看见你们的问题。孩子妥协，已经有了这个孩子，可以吗？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只是为一个孩子妥协，为一个孩子妥协，要想开不是早就想开了吗？又不是现在才有的小孩。好，这个案例我们就翻篇了啊。借由这个案例跟大家讲，关于很多时候大家去解读感情、解读恋爱等等，都是解了跟没解一样，也分析出很多了。但是距离更下一步，其实就是你要把这个问题放到关系中。放到婚姻这个大议题里面，你要怎么去更深度的解读，它能够帮到大家更上一个台阶啊。换句话说，就是能收得更贵。好，翻篇了啊。但是这个同学解读的每一张牌本身没有错。